各位朋友啊，最近一段时间呢，是老是有司马南先生的粉絲呢問我說，司馬先生最近的情況怎麼樣啊？司馬南離開我們也已經1年多2年了，是吧？大家都知道啊，現在他被中國是全網絡的給封號了啊。說實在的啊，這個誰也沒有一雙慧眼啊，做自媒體還是有一定的這種風險的啊。就司馬南先生呢，也不是說看的都準啊。你比如說2件事吧，第一件事就是宗庆後去世以後，2024年3月份，司馬南做了一期讚揚宗慶後的視頻，把宗慶後呢說成了企業股權設計的非常巧妙，善分蛋糕，把这個股權設計成3權分立，形成了國有資本、企業家資本、職工持股會3方面的相互的制衡。司馬南認為呢，善分蛋糕的宗慶後離世1年後，他的幾個孩子卻公開訴至法院爭奪遺產。司馬南視頻中說，在21世紀初，國企、央企、地方企業都進行了股份制改革，一些企業單位辦的企業也都股份化了。有人借此機會渾水摸魚，化公為私，搖身一變變成了老闆，完成了私人財產原始積累。而宗慶後做人厚道，他沒有對杭州市的上城區國資委過河拆橋，他第一認賬，第二感恩，第三回報。說宗慶後持股 29.4%， 整體上看他是第2大股東，但也是第1個股東，並且呢，這個由於職工持股，很多管理層都屬於宗慶後的部下，因此宗慶後依然可以指定接班人為自己的唯一女兒宗馥莉。現在已經確定，司馬南原來讚揚的宗慶後的一妻一女一雙布企業前面的這幾個一司馬南是看走眼了，對吧？還有一件事兒，就是說牽扯到司馬南呢最近的官司了。司馬南呢在評價南開大學3名老師的一則視頻中呢，涉及到名譽侵權。天眼查 app 顯示7月17號，因為2025年的因為司馬南沒有履行致歉義務，說那個陳某某申請強制執行，北京市互聯網法院公告該案件的判決書。案件流程顯示，今年4月份，司馬南已因該案被執行2萬餘元，2026年4月被強制執行2萬餘元。法院認為，南開大學的情況通報中已經明確確認，原告陳某某並不涉及與學生發生不正當關係的問題。司馬南在發表的涉案視頻中的相關言論過程中本身是有能力有條件對涉及的人物具體的時間做出客觀真實的描述，但司馬南卻在視頻中使用了明顯可能造成社會公眾對原告負面評價的爭議性語言，致使原告的名譽受損的事實發生。判決司馬南刪除涉案的侵權視頻，並在其賬號公開道歉，致歉內容保留3天以上並由司馬南北京市中义網天信息技術有限公司賠償原告陳某某精神損失撫慰金2萬元，維權的合理支出150元。这個公開致歉呢那就不必了，因為司馬先生的賬號都被封了。人設正義凜然的網絡大 V 卻是真真正正的偷稅大戶。司馬南這一次翻車翻得很徹底。國家稅務總局北京市稅務局稽查局今天公布了司馬南偷稅案件處理情況。5年間，他本人少繳個人所得稅、增值稅等稅費超過400萬元，其實控企業違規享受小微企業優惠政策等方式少繳企業所得稅約75萬元。目前，他已被追繳稅費款、加收滯納金、罰款共超900萬元，已全部入庫。在互聯網上，司馬南是長期以公共知識分子形象示人的大 V， 熱衷對社會熱點事件發表評論，讓他收穫了全網超5000萬粉絲，也讓他的正義表演在短視頻平台成為了一條標準化的產業鏈。2021年，他曾經評論薇婭逃稅一事，稱逃稅行為非常惡劣，已經不僅僅是道德問題了。回旋鏢來得很快，言論上的冠冕堂皇和自身偷稅行為形成了極度反差。
嘴上都是主義，心裡全是生意，讓這一切成了笑話。司馬南回應稱，低頭認罪，誠懇檢討，但是將部分責任歸咎於合作 MCN 公司未履行代繳義務，稱輕信承諾導致萬劫不復。然而通報當中稅務部門明確定性為偷稅，而不是技術性失誤或疏漏。也就是說，他是主觀上知法犯法，而且持續時間不短。從隱匿收入到濫用政策，從個人到企業，這種系統性、長期性的避稅操作，暴露了他對於法律底線的漠視和投機心態。稅務部門苦口婆心的喊話與勸告，叫不醒裝睡的人。面對近年來眾多因為偷稅漏稅而落網的明星、網紅、企業等等，司馬南並沒有選擇主動交代問題，直到被稅收大數據發現。司馬南的落網充分說明了我國正在構建更加公平的稅收制度和科技加制度的監管創新。司馬南案的處理也正是提高高收入群體實際稅負、清理稅收洼地、打擊偷逃稅等政策導向的具體體現。當智慧稅務照亮每一個角落，當稅收公平成為全民共識，當公眾人物真正成為守法表率，我們距離稅收取之於民、用之於民的理想途徑才會更進一步。司馬南出事以後，這個國內的這些媒体，就像聞到了血腥味的鯊魚一樣，全都開始落井下石了。那個司馬南那個 MCN 也由於司馬南事件以後呢，也消失了啊。你說到底是誰的責任呢？現在說不清楚了這個事兒。關鍵是判司馬南侵权強制執行2萬的這個事兒，他有公告啊，他確實有男女關係的問題呀。這個南開大學的嘛，什麼3名校外人員被教師李文濤，就是那個告司馬南的那個人，還有一個3個人的這個舉報已經進行了調查再核實，李文濤存在與女性有不正當關係的問題，違反師德師風，根據規定給予解聘處理。這個確實人家司馬南說的沒錯，他是有男女關係的問題。這個互聯網法院判司馬南敗訴，這是一審敗訴。可是司馬南呢，可能當時也受到了比較重大的打擊啊，没有上诉，那不就成了缺席審判了嗎？然後呢就被強制執行了。這是今年4月份的事兒。有網友呢遇到了司馬南先生，看来是老得挺快啊。在北京坐地鐵看見司馬南了，一會兒我跟這哥們交流。我有一個東動脈名品家具平台，和京東正在做的家具體驗店是一個模式。不行，司馬大哥，你留在中國，咱俩一起看家具吧。这说的是，也是这个讓司馬南留在中國，還是說美國有個小房子那個事兒唄？司馬先生確實這個事兒辦的是得不償失，當時確實是得不償失啊。屋漏偏逢連夜雨啊，船遲又遇打頭風啊。根據2026年6月2號中國媒體的報道，拒不履行法院的判決，司馬南詆毀紅牛品牌侵權被強制執行。說司馬南此前的自媒體平台發布內容指控天絲醫藥旗下的紅牛安奈吉為假冒欺詐產品，宣稱飲品咖啡因標注造假，歪曲天絲與中國專利保護協會的合作關係，相關內容大範圍傳播構成了名譽侵權。庭審中，司馬南無法拿出有效的實證支撐自身的觀點，法院認定言論缺乏事實依據。目前判決公布：一、民事賠償，賠償天絲公司
經濟損失20萬元加公證費8995元，合計約21萬元。行為責任需在自有賬號公開刊登致歉聲明，消除侵權的負面影響。判決生效以後，司馬南拒不履行公開道歉義務，天絲公司依法向法院申請强制執行，司馬南被列入了執行人名单，21万元的案款進入了強制執行流程。除钱款划扣以外，拒不履約還會面臨社會徵信受限、限高惩戒等附加的後果。哎呀，这個確實是吾無雙志，禍不單行啊！這司馬南先生當年仗義直言，是吧？你看，說那個老師有男女作風問題，他的確有；說這個企業這個紅牛跟那個海外的紅牛，那是李逵和李鬼的關係，是吧？問題是李鬼還真的打贏了官司了啊！這司馬南當時也不知道咋想的，對吧？也不知道咋想的，是不是嗨，是順口一說呀，還是接了商單了呀？你說你為一個外國品牌紅牛，你哎，现在看來沒必要嘛，這不是？點個訂閱吧，咱們下集再聊。